也要追溯到去年了。来吧，进入到双方的第5局 BP 当中，成都 AG 潮玩会败方选边，这一局有了变化，选到了蓝色方。看还是不是要继续搬2个辅助，盾山，鲁班纳什 ，Hero 这边是要搬盾山的，空环搬不搬？他们是有公孙离的，还是搬掉？看 Hero 第2会搬什么？他们在蓝色方会处理掉海月。张良想拿少思源吗？蒙恬少思源哦， Hero 用过了，上一局用过了。蒙恬先看一手，还是为了撑前期。影很好拉扯蒙恬加张飞，防一手 AG 的沈梦溪，而且也比较符合 Hero 这边开团的风格。邂逅让我回忆起重要的事。就如果 AG 这边老虎的话 ，Hero 这边就橘子。镜西施，外面 Hero 是有圆坦的哦。你马上就能体会。这个西施是为圆坦准备的。圆坦出不出？但是不出圆坦的话，这个中医的镜好像有点难限制。圆坦还是得来。洛尘在本届挑杯使用场次最多的英雄源流之子坦克，在5个小局当中赢下了4局。公孙离搬掉，海月为进班的，双香开始疯狂针对射手了。对。Hero 这边这几局2轮班都一直在搬射手，感觉 Hero 应该可能要4楼去抢个狄仁杰，哦，自己搬掉。3班射手 ，AG 这边是对班给到了海诺，先拿小乔，有没有可能最后这个摇摆位？鲁班7号单出鲁班7号加庄周，因为 Hero 这边是一个双前排，已经没有什么很好的射手可以去使用了。对，不然其他射手打这个前排实在是太慢了，而且还能防一手 Hero 的后羿，所以说补了一手庄周。大鱼，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？戈亚，这把 AG 就只能保一诺了。对。这个西施加庄周，在下午的比赛中我们也看到过，微博使用过。这其实也要看哦，一诺在对方其实真的还有蛮多能够威胁到他生存的英雄，但毕竟是一个单鲁班7号，你虽然说你有一个庄周大招能够解控，但是你的输出是很难挡得住的。是小乔的爆发以及影的一个进场，就是你的控制虽然是能挡住，但是如果你的团战位置一不好，你没有鲁班大师的容错的话，真的非常非常难活。但是Hero这个阵容选出来哦，他好像又不得不选这种确实过对方前排过得很快的。就这局一诺如果拿一个熬影，就可能这圆坦加上张飞就直接站在 AG 所有人脸上走了。对，没有办法，不得已而做出的选择，能否在这非常非常关键而又危险的一局当中救 AG 于水火之中？真的是 AG 现在已经到了悬崖的边上，再输1个小局，他们将以4强的成绩告别本届挑战者杯。还是那个问题，你既然已经选择了一套保鲁班7号的后期阵容，前中期就不能打得特别凶，就该放的可能就得放掉，像以前 AG 的节奏一样，等一诺10分钟的3件套再出来接。对，而且 Hero 是知道。你像选出鲁班7号这种，他阵容前期一定会找你打架，对，找你进攻，想办法吃你野区里面的东西。又是一个圆坦对近的 counter， 是这样的。对于双方来说都非常非常之关键的一局。如果 Hero 再拿下1个小局，他们将时隔3年再次战胜 AG。全军出击！进入到双方的第5局比赛当中，蓝色方成都 AG 潮玩会，红色方南通 Hero 9进。大家好，我是余光。大家好，我是北岛。心怀荣耀，心怀荣耀，心怀荣耀。
一级小乔正常的直接从红背走着来了，想来下路包一下，但是一诺也很稳健啊，没有往那个 L 草靠任何一步。刚才其实有点凶险的，在骗，就一诺如果往前靠的话，小乔就可以直接过来。对哎，其实又被打了一扇子，唐生是跟着9系的节奏下来。那这样的话，这个红粉 AG 看不了了。对。这我觉得也在 AG 的接受范围之内，就我们赛前也聊到 ，AG 需要在这一局比赛当中稍微放一点东西。主要小乔前面强度比西施高太多了呀。是2技能抬到1技能吹起来，打一套，打一套一诺的状态。没有后续了，再来一扇子，走位躲掉。刚刚那个烧鸡是被大帅保住了。整体来说，这个开局对于 AG 真的也能接受吧。中线双方都不动，再等打野。而且这把得看一下中艺的出装，就是他这把其是个实输出镜还是肉镜？得做输出装，他得分担一些输出的压力。勇者出刃，红刀了，向强者。第一时间但是有可能他会像之前那个红刀转黄盾红刀转肉那一套，这把最好去做一点输出，他是得分担一些输出的压力的。第一件应该是3级。洛尘卡在中右草，哦呦，长生反应好快哦！但凡交慢一点点，应该就是不死即残。那这样相当于双方中路是闪换闪。就 Hero 这把其实前面进攻压力还是比较大的，他肯定想在前面继续像前面几把一样去搞事，拿经济领先。哦，没有选择让，这要等一下这个红 buff 的经验。目前打到3分钟，双方的经济完全持平。中路西施已经很久没露视野了，妖道应该意识到了。在这里，妖道也不敢出去吃线，长生就在这个发育的草埋伏着，妖刀来了，大招去补这个前排兵的尾刀，他太就是要有硬吃经验了。因为其实知道也没到4分钟 ，CD 是能够赚好的。嗯，白亏一个兵就不太行，这就是发育路目前的一个现状啊。空间之灵，渲染拿到，袁谭也来上路清一波，中艺不太好明着去漏。 2v2的碰撞是很难有结果的。嗯，但中艺卡在这里，小乔也在哦，要被吹起来了，吹起来一能抬到，洛尘拿到了第一滴血。这一波洛尘和9西的 combo 啊，是1-3-2，顶到墙之后，小乔的2技能接大招，再一个袁谭的2技能，4连控。前面拿点小资源 ，AG 这边还真能接受，但现在 AG 有点接受不了了，而且白青这个位置没很刁钻人看到，但是有现在应该庄周，看到了，有庄周的话，对，其不好硬实开。吼刀的话也没什么用。但这波近的阵亡很关键啊！长生点一点发起进攻，哦，这是9西点一点，下路要来一波4包2，想打波状态，可能不太好包。拿到这个劣质之后有一个传送，但是一诺的状态被下的有点残了。这个火箭传下来了，这个暴君就想打的这，个龙可能不是特别好打，但闪长生来了，顶哦呦，顶到了3个人。庄周霸体给到，但渲染第一时间没有人接呀，渲染要倒在敌阵当中了。这波是没有沟通好的，中艺去拿红了，渲染一个人顶了上去。这波如果真要打的话，这个就不能去拿红，成都 AG 超玩会有点着急了。，对，感觉现在 AG 已经乱掉了。忙中出错。就这波如果来打的话，必须5个人一起过来，就5打4强行去打一波。 4分半钟，洛尘把龙拿到。来看一下，这个时候没有人能够跟得上，鲁班笑和静在打红2个人，正面只有一个庄周是没什么用的，西施在中右草被卡住了，太乱了。操之过急。4分钟之前，黑肉拿龙再拿2个头，经济优势来到了100-200块钱。对于这个经济差距，对于 AG 来说还能接受。哎，又抬到了西施，还好第一时间没有人能够跟伤害威胁到长生。中艺还是那一套3级红刀加黄盾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就只能等一诺了。对，就全队唯一的希望。但黑肉这把每一波打的都是有条不紊的。但是一诺现在的发育也对位差下了400-500块钱的经济。后面的每一波野区都会被 Hero 禁的。上野2兄弟先推一推对方的对抗路1塔，但自己的发育路2塔
会有点难受。妖刀已经在摸了，野辅2个人把这个口子卡住，就想推完这个二塔去反红的。一诺只能兜一个大圈，沙嘴炮探到了槽里的2个人。2塔已经掉了，换二塔，但是 Q 能够多占一个红，如果让引回去守高地就行了。兑换2塔。现在只能去侧边偷一点经济了。好在经济差是没有拉开的。对，掉2个人头 ，AG 的经济咬得还真死啊！主要经济领先，对位其实在中艺跟洛尘这边。他们现在要等 Hero 给机会。大帅第一时间有一个霸体，现在就等资源点刷新了。AG 现在不太能站线，打野位置慢慢回防将近1000块的经济领先优势，镜的出装是大野刀再加上冰痕之握。在坦然前面过得是比较难受的，反倒是在蒙恬死了一次之后，经济还领先影这边。看到镜漏了，想压中医，寻找减速，但是中艺跟轩辕这个位置看能不能从中路的后面包过来，电掉了，想得很清楚。对，看到边路蒙恬和镜漏了。用状态去硬扛你防御塔的伤害，还想再来反这个蓝 buff 是被中医的惩击守下来，正面小乔2技能吹空了。张飞的大换庄周的大，对，还好有这个庄周啊。但明显能看出来 ，Hero 现在是要去提速的，就每一波尽可能把兵线利用好，进你的野区或者推你的塔。就基本上 AG 的每一波 buff 刷新时间 ，Hero 是会尝试在野区跟你打一架的。下一波红还是会进。对，要来了。提前准备，还有15秒，把视野站住。但这波张飞是没大的，蒙恬也在路上，这波得小心被西施拉到。张飞应该大招还没好，不能够去拆火。西施藏在了这个红草里，这个位置很刁钻，发育路的线上。西施第一时间掉，没有掉到，那这个红可能不太好守了，选择第一时间去转火这个影大招开起来有点肉啊，但最后还是死了。长生拿了这个人头 ，Hero 这边众人也集结赶了过来，袁谭选择第一时间去顶这个庄周，但最后跟不上激火，在侧面再追着小乔来砍，小乔闪现交出来往后拉扯，正面的上野2个人可能被困在这里了，若是选择往上顶去顶这个后排，喷到了双 C， 但只能把双 C 喷走，渲染要倒在敌阵当中了，还在吸，但是最后跑不出来。最后在野区打了一波1换1 ，Hero 还是能够把这个红反掉。其实第一波 AG 的处理是非常好的，让长生蹲在这个草里面，第一时间没有着急去拉。等到袁坦进来的时候，他们转移目标，集火给到那个落单的影，击杀之后，这个时候其实是一波 AG 的5打4，但是袁坦和张飞完成了一波非常好的 combo， 洛尘的2个2顶进去。配合上张飞大招虎2个，直接把阵型给拆散了，就把对方的中射辅3个人全部都赶到高地，然后导致渲染的蒙恬成为了落单的那个人，反过来被 Hero 的4个人集火秒了。是这样的。Hero 再来进蓝区，这个进攻打得很凶啊！这个蓝是被张飞拿到，因为中医这波是没惩的。哇！应该是已经连着4波雪上加霜，野区沦陷了。虽然在红背蹲下看着对方打龙，但也不太好去抢。现在就外面的东西，任何都看不了。掉到了影，但第一时间也没有人能够跟啊，对，没人能够跟上。只要他探输出，袁坦就找他。Hero 9分钟领先2000块钱。中医现在向路想去带一波线 ，Hero 已经在往上路去布防了，不让中医把线送出去。中医的第4件做的是红莲斗篷啊。相对来说伤害会少一点，容错会更高。看后面要不要再补一个碎星锤，增加一点输出吧。长生还是这个位置，想要去拉人。还有30秒钟，10分钟的节点。长生拉到了张飞，但拉这个的话可能有点跟不上输出啊。庄周大招开起来，已经给逼出来了。对，已经在所有人往后撤了。但张飞的大还在，这样的话10分钟 Q 直接可以龙逼团。对，因为你庄周没大，这个张飞对于 AG 来说是无解的存在。这波 Hero 的耐心非常好。张飞如果提前把大吼了，其实庄周大招换的话 ，AG 是赚的。对。但这波白星忍住了。白星跟洛尘2个人卡在这个红背草，白星过来喷的就是长生，长生闪现交了出来。那这一波张飞的大招相当于也空了，还拉到了袁坦。袁坦选择再往里砸，向死而生，但是洛尘第一时间要倒下来了，一诺拿到了洛尘的人头，但是妖刀这边的输出环境非常的好，竟是摸不到他的，影也进场，直接跟对面双 C 爆了，拿到了光芒毕露，2换4，3连决胜的影，中意换位过去，影在这里等着他，能杀吗？有点难走啊，就差一下。
伪四杀，极限换掉，又是坦然、啊。下路2个人好像可以尝试去一波，高地是肯定能推的。看他们2个人怎么想。轩然还有8秒钟复活，应该一波不了。马上 AG 这边就要复活了。哇，又是坦然，在被逼出大招之后，直接闪现过墙，换了双 C， 又卡住了一波影的极限落点。这一波打完 ，AG 彻底崩了。下路高地告破，目前也面临着4000块的经济劣势。而且在一诺没闪的时候，其实他们是不能出来的。对。现在这个龙外面只能放，就在高地看长生的拉了。成都超玩会在赛点局当中落后于对方，还要出来拼吗？就觉得得再拼了，不拼就没机会了。对。但这波只要一诺被第一波开团的技能晋升到，他就是死。一诺是没有闪的，白星先往前去打。张飞有大招跳脸，张飞有大招，看这个大招怎么开？妖刀选择结束砍一诺，但是一诺姐姐把招刀打残了。好在这个距离没喷到，就差一点点。但是你庄周没大了，对，我可以继续利用龙臂团，我经济领先。尝试来摸这个龙，而且影的这个位置其实可以考虑去绕一下。正面中意进去了，选择来砍九溪。有吃热，九溪有一个吃热，能够脱离战场，是一个肉劲啊，伤害不够啊。但是这个龙已经被黑肉这边拉在这个龙头拉的下面了，能够收掉这条龙。但凡有个暗影战斧，这一波都有机会杀。影在下面来找对方的蒙恬，敌闪，蒙恬的闪现被打得出来，妖刀跟闪现过墙留人，飞沙爆弹就是要杀轩然。下路有线的，中意第一时间回不来，找一诺，洛神顶上去被拉到了，坦然再进场，锤一下，兵线被清掉了，黑肉得走，不然这波可能出问题。中意选择换进去，拿到了2连击破，这一波太惊险了。成都 AG 超玩会的水晶是真难推呀，只有一波线 ，Q 想强行打一波，但是被 AG 给守住了。这一波有可能是转折点，对 ，AG 可以把这条暗影主宰控下来。目前只有黑肉的双边2个人存活，但是正面第一时间打野是不在的。妖刀得赶紧把红打了，这个龙不要看，对，得赶紧把这个红打了。先让一诺跟大帅来龙坑落位，镜野到来卡一卡红背，没问题。主宰能够收掉13分钟，成都 AG 超会拿到了主宰，那下路的这个兵线压力会稍微小一点。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波回放。妖刀闪现过墙，大招加红 buff 减速，先杀一个，只有一波超级兵。这个时候进过来，先清掉。对，坦然的目标很明确，中意的目标也很明确。而且鲁班7号的大招其实打了很多兵线的血量，那几秒钟瞬间就被清掉了。 3个人埋伏，洛神在这里卡，想来砍妖刀，但不知道槽里有一个远坦，妖刀第一时间往回扭头，中意没法能够跟伤害。这波除非能够大招大到妖刀，这波大到的是洛尘的远坦，伤害是肯定不够的。看一下妖刀这把的出装哦，逐风爆裂加血魔，熟悉的刀派。 法球流的戈亚在最后2件相当于是补了一个小防装，他现在有钱血魔换复活，对，1万2，所有人落位上河道，影清完下线之后，再过一波中线。虽然说上一波被 AG 追回来不少经济，但是现在打团黑肉还是有的打的。所有人都是奔着这个蓝 buff 来的，张飞被庄周大招化解了，妖刀在侧面位置只能砍到这个轩然，坦然第一时间进场，没有人跟，大招自己点了出来，那这一波黑肉可能要撤了。大招换大招，还在侧面逼出了一诺的闪现，轩然还能再把线推出去，保一下自己的上路2塔。那这样的话，其实 AG 又得拖2分钟了。对，一诺的闪现这把太关键了，而且不知不觉间哦 ，AG 把经济快追平了，本来是落后5000的。 但现在鲁班笑是没闪到，一旦等张飞大招好了之后 ，AG 就得小心，也很危险，都在互相去找机会的一个阶段。这个暗影暴君团应该是这把的胜负手了。中意埋藏在了对方的这个蓝区，第一时间黑肉也没有人踩蓝区的视野，得等张飞大招刷好再去踩。对，白星的张飞还差一点点，踩2个盾应该就能好。要挤了。
张飞大招马上就能好，要先把中线送过去，其给到实没拉到对方足够的压力。长生拉空了，那 Hero 可以尝试去挤一挤这个红区的视野。大帅被打成了一个残血，这样的话 Hero 可以等待着龙刷新回来直接摸龙。坦然一波线没有截到，要多花一些时间去处理这个线。中义第一时间落位在了下河道的这个草。 Hero 可以利用这个龙逼团，一诺还是没有闪的。对于成都 AD 超玩会来说很难接。 Hero 要打人了，他不太能把这个血量打成一个比较残的状态。洛尘这个站位也很明显，我就是要看一下看这个坦然的位置，坦然的位置绕得很深，行招先减速给到了，张飞大招喷的效果比较一般。中义进去把龙抢了，而且他自己好像还能出来吗？他没有选择出来，他继续在里面换位，还能出来。这波是白青吼了大，想让队友秒龙，但是龙被中义抢了。这波 Hero 的角色不是很好，但是被 AG 给抓住了。洛尘上一局抢2个，中义这一局要抢回来。那这条暗影暴君再被 AG 拿，这把又能拖很久，真不好说了。而且能够拖到一诺的闪现转好的时间。对，目前应该已经是转好了。AG 要起一波推进的节奏，来逼一逼对方的中路2塔。现在这个局势反了过来，反而是 AG 在把 Hero 关在自己的这个家门口。反推2塔。 就这把白青的大招得确保坦然在绕，选择来找一诺，妖刀第一时间被打残了。坦然闪现进去找的就是一诺，但是杀不太掉。第一时间长生虽然是倒掉了，但是一诺还活着。看 Hero 第2波选择怎么打，一诺第一时间输出位置不是很好。中义进去已经把对方的双 C 搅乱了。洛尘从己方高地追到对方红牌，一诺还没打。原地输出换了个复活，拿到了2连击破。正面打来接复活甲的中义。 哇！后续一诺的2个队友直接过来保住了一诺。17分钟打了一波1换2之后，成都超玩会会再去摸这个暗影主宰。其实这波 Hero 真的已经尽力了，原坦3个大，已经接近了一诺身旁，打成了残血。就洛尘一路从己方高地追到对方红 buff， 就是这波庄周和蒙恬的拆火啊！第3条暗影主宰再次被 AG 收下。一诺选出的鲁班7号被推到水晶，然后好像要翻盘。这一局我怎么在年总决赛见过呀？这把感觉要见到风暴龙王了。而且妖刀因为前面经济溢出了，他得换一点输出装。对，换成了一个破响，把鞋卖了。对，多补一点输出。暗影之晶放在了下路。 中上2路都先一起截，然后3路的龙兵会几乎一起到。因为中义这把是个纯肉镜，所以说长生的西施是补了一些法装。对，喷到了一诺，但是还是有庄周的大招能够保护他。蒙恬第一时间很能顶，白青砸进去，冰甲兵的效果比较一般，冰到了长生，长生倒了，但是一诺有复活甲被锤起来了，可以手势，坦然把一诺切死了，迷道换出来没有用，洛尘把一诺敲死了。 慢慢留，用红 buff 可以挂减速。妖刀在这边追着2个人打，中义想偷家，来得及吗？来不及，要自己已经回去了，要回城。中路有一个小的炮车兵，这个炮车应该是能够被近清到的，但是下一波兵线能不能清？想要一波感觉也会比较难，下一波兵线还离得好远。要护兵线，先来推人，兵线已经被清掉了，那一波还是有点困难。 但是黑肉这边选择无兵线，先磨一磨这个塔，至少要把你的中路高地塔先磨掉，给你更大的兵线压力。这样的话要等到风暴龙王了，这条暗影暴君的刷新时间是不够的，都很极限啊。对，可以看到一诺刚才这个已经有点换破产了。这波 Hero 就想得很清楚，就白青用他的大招换掉了大师的大招，这个时候就让侧面的坦然以及正面的原坦进去硬灌伤害，把一诺的位置给逼出去。在你庄周没大的情况下。 我用很多的位移技能，原坦的3个辣引的侧面和闪现进场，你就是要被我切的。比赛再一次即将来到风暴龙王的这个阶段，但好消息就是一诺上一波没交闪，对他这个龙王还是有闪的。这个蓝是被洛尘的成绩拿到，但现在 Hero 已经有了兵线的优势啊。中下2路都是超级兵，上路的线影也送了进来。 把线送进去，还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回头去摸龙王。他们应该想把这个远线再处理一波再回去，而且一旦在外面打，影是很容易能够接近鲁班7号的。是的。龙王刷在了暴君的这个龙坑，坦然第一时间截一下上路的线。
一诺天穹。要到这埋伏在了边也唤起了上路怒魂，，奔狼起冲一步，波，瞄的就是一诺。先给一个庄周的大招，张飞再去喷做柴火，钟意第一时间在人群里面复活亚威打了出来复活的手，蒙恬也有点残，钟意终于倒了，再回来渲染也很残，一诺这个位置也很危险，相互闪现又被泰然收掉了，下路有兵线，可以一波，正面只有一个庄周，他没有什么办法，兵线进来，点水晶就行 ，AG 的王朝覆灭就在今天，胜者是南通黑有究竟究竟。恭喜南通黑肉九进，4比1战胜了成都 AD 超玩会。他们时隔2年再次进入到4强，对于队内的